2018年夏天，上海市的一栋居民楼里，这天晚上，一户3口之家正沉浸在喜悦之中。女儿小花今天刚刚收到了北京市一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，爸妈都笑得合不拢嘴了。他们双双下厨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打算好好庆祝一下。小花，小花，快来呀！开饭了！母亲崔大满连喊了几句，小花却没有任何动静。崔大满心里有一丝不悦，因为从小到大，他们对女儿管教都是很严格的，像这种呼之不来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可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，他也不想发火，便走到小花的房门前，推门进屋。咦？屋里只剩下一张单人床，还有学习桌、椅子、电脑，女儿小花踪影不见。再一抬头，这才发现窗户大开，跑到窗口往下一看，楼下的马路上围着一群人。因为他家是在23层，看不清楚那些人在干什么，但是崔大满的心里已经预感到了不妙。这时候丈夫张长飞来到了他的身后。老婆，怎么回事？小花她是不是不行？咱赶快下楼看看吧。夫妻俩跑出家门，乘电梯下楼，赶到人群那里，这才看清楚，女儿小花穿着她那件最漂亮的花裙子，侧身躺在地上，脑袋周围已经流了一大片鲜血。有人已经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，救护车很快就来了，但是孩子已经当场死亡，没有救治的可能了。警察很快确认这是一起自杀事件。在小花卧室的床头发现了一张字条，只有短短的几句话：爸妈，我走了，我想这样的话大家就都轻松了。张长飞和崔大满这夫妻俩做猪肉买卖，生意很好，家里不缺钱花，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他们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小花身上，希望她能够好好读书，改换门庭。如今经过10几年的努力，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名校，她怎么就想不开跳楼自杀了呢？这夫妻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尤其是小花留下的那句话，说是她走了，大家就都轻松了。莫非这女儿的死跟老师、跟同学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越想越觉得是那么回事，于是就找到校长，要求学校给个解释。校长的头顶已经秃完了，鬓角的头发倒还茂盛。他给这夫妻俩倒了2杯茶水，然后就说：对于你们家的遭遇，我们十分同情。小花同学在学校的表现一直很好，是个好孩子。至于他为什么会寻短见，我们校方呢也一定会积极配合调查。但人死不能复生，还是希望你们一定要节哀呀，多多保重，多多保重。总之，校长说了一大堆安慰的话，但并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。也难怪，小花一直都很正常，学习成绩也优秀，校长又怎么可能知道她自杀的原因呢？夫妻俩就开始到小花的同学们的家里，挨个去问，了解小花生前在学校的点点滴滴。这才知道，原来女儿在学校跟在家里完全就是2个人。在家她是个乖乖女，对父母是言听计从，一切都由着爸妈安排。而在学校呢，她多数时间比较开朗，爱说爱笑，只有在她独处的时候比较沉默，经常一个人发呆出神。然而这些情况都不能解释小花为什么会自杀。后来一个叫马凤的同学说，小花最要好的朋友是玲玲，有什么心里话
他们俩都会相互倾诉。张长飞和崔大满就赶紧找到了玲玲家，结果家里没人，邻居说玲玲的父母带着女儿出去旅游了，估计是月底才回来。夫妻俩就只好先回家等着。由于连日来奔波劳累，加上失去女儿的痛苦，夫妻二人都病了，高烧不退。等他们的病情稍有好转，月底到了，两个人拖着虚弱的身体，一同再次找到玲玲的家。真不错，玲玲一家人刚回来，听说自己的同学最要好的小姐妹跳楼自杀了。玲玲先是不肯相信，后来痛哭失声，足见两个人的友谊非同一般，感情是相当的深厚。哭过之后，玲玲努力稳了稳情绪，这才说：叔叔阿姨，我知道小花为什么跳楼，她是为了报复你们呀。原来小花和玲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，两个人一直都合得来，因此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小花没有别的朋友，只有玲玲这一个知己。从小到大，小花曾不止一次地向玲玲倾诉，说她的一切都是按照父母的愿望去办，没有一点自主的权利。尤其是她最喜欢画画了，父母却坚决不让她学习画画，只许学习课本知识，逼着她将来必须要考上名校，光宗耀祖。高考结束后，小花送给玲玲一幅画，画的名字叫《日出》，是她偷着画的。说到这儿，玲玲取出那幅画，让张长飞和崔大满看。就见这幅画上，险峰浩海之间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很漂亮很有意境的一幅风景画。玲玲接着说，小花送我画的时候说，等收到录取通知书，就算是给父母有一个交代了，到时候他就跟你们永别。我还以为他是说着玩的，现在看来他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跳楼了。我要是能早点劝劝他就好了，可惜我没有，我对不起他呀。玲玲又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听到这里，张长飞和崔大满这对夫妻都沉默了，他们默默地离开玲玲家，回到自己的家里，这才开始一点点地整理女儿的遗物。可他们哪能整理得下去呀？就剩下抹眼泪了。